为帮妻子永葆青春，丈夫每天都喂她吃下导致失忆的药物，甚至3年都故意不和她同房，就连每月也只允许她外出1次，并且全程要有司机监视。卡佳还以为这是丈夫很爱她的表现，自己是世上最独一无二的女人。然而这天司机只是去停车的功夫，就有一个陌生男趁机叫住她，说他是自己的初恋，更是老同学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女人一脸懵，因为自己的初恋明明是富豪丈夫，以为对方在骗人，可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还是不自觉接过名片，并答应对方不告诉丈夫见过他。回到家后，她忍不住翻起老照片求证，毕竟自己失忆过。因为丈夫说她3年前怀孕时外出，路上不幸遭遇车祸，虽然她幸存，却容貌尽毁，失去记忆。多亏丈夫是整容医生，3年来一直帮她整容，可无论她怎么想，都记不起这个神秘男人。丈夫见状让她别硬回忆，对身体不好。卡佳觉得也是，然而隔天竟在丈夫的办公桌发现一张陌生女人照片，她心痛地质问丈夫这是谁，他却解释这是自己的病人，只是你没见过而已。见她渐渐被说动，丈夫就立刻让她吃药睡觉，可这次卡佳偷偷吐了出来，趁丈夫忙着在楼下半句钻进了暗室，结果翻到一本可疑病历，其主人正是照片上的陌生女，她被割的每一刀都清楚无比地记录在内，而她最后整成的脸蛋竟和自己的容貌一模一样。卡佳的3观瞬间被颠覆，难道自己就是这个女人？她崩溃的当即冲下楼质问丈夫，自己到底是谁？这个病历又属于谁？丈夫依然一脸绅士，先安抚好客人情绪，可转头就将她按在床上，强制扎入安眠药，让助手将她推进地下手术台，准备清除记忆。等她再醒来，只看到护士一人，惊恐地问对方要对自己做什么。护士解释自己也是按照富豪的要求照做，因为他的妻子车祸死了，于是把你整成了他的模样，来安慰妻子还活着，而每日喂给你的药会让你忘记从前的生活。护士称可以帮他离开这里，为表诚意还告诉他的真名叫玛丽娜，不叫卡佳。女人将信将疑上了他的车，果然对方将他送到10公里外，并搭了辆顺风车。当富豪得知他逃跑后大发雷霆，立刻约见警长，要求全城搜捕。护士为隐瞒故意将他放走，就弄伤自己，说是被卡佳逼迫，这样就能独自占有富豪了。另一边，女人刚坐上顺风车，竟发现司机是个流氓，她拼命逃跑，随便窜进一家饭馆，幸好老板是个好人，将流氓打发走，还暂时收留了他。可她不知接下来该找谁求救，突然想起那天遇到的陌生男人，便试着拨通手机，对方一得知就立刻说要来接她。不料这时门外有警察路过，来问老板娘是否见过卡佳，提供线索重重有赏。没想到老板一个字也没透露，让她顺利离开了。虽不认识他，但女人觉得他很有安全感，立刻就睡着了。等醒来竟在对方家里，男人称马上会有惊喜来，他的母亲正在路上。女人瞬间慌了，因为自己并不是真的卡佳，可眼下也只能借他的身份活着。当老父见到他的第一眼，就立刻激动地抱住，问他这3年来过得好吗？因为自从车祸后，富豪女婿就不允许他再来找女儿，他只能说一直在疗养院。可还不等老父叙完旧，男人就让他先回老家，因为他逃走，富豪一定会来找，如果他发现你不在会起疑。老父只好先回家，没想到这可害惨了老父，因为警察已经查到了监控，掌握了卡佳的行动轨迹。等老父刚进门，果然看到富豪来了，本来他伪装得很好，却还是无意说漏了嘴。富豪以死相逼，要他说出卡佳的下落，老父就是不说，结果被掐得当场犯了心脏病。而女人为了求证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到底是不是助手说的玛丽娜，便让男人查找，很快在网上发现她的社交账户，看起来有一个丈夫，还有一儿一女，而玛丽娜被确认在3年前失踪。为了确认，她当即就赶往丈夫的家，而开门的人正是对方，但下一秒却将她当成来应聘的保姆。这时儿子看到她的背影，立刻上前抱住，喊着妈妈回来了。女人忍不住回应，可随即她就晕倒，醒来后发现一家人都围着她，更知道丈夫已经有了金发女这个新欢，仿佛自己是个外人，委屈的匆匆告别，告诉男人自己回不去了。丈夫有了新的家庭，她直接坦白自己不是卡佳，而是被丈夫整容成他妻子的模样，一直像个宠物猫活着。她的真实身份是楼上那个男人的前妻玛丽娜。可男人一时无法接受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事？而两人刚到家就被警察找上门，男人迅速被逮捕，因为富豪声称他绑架了自己的妻子。更糟的是，眼看富豪打开车门要将女人带回，他脱开束缚，一把将人推开，两人趁机才逃跑，将大门锁住。这下所有人都进不来，只剩紧追不舍的富豪，大声提醒卡佳必须和他回去吃药，否则你会头痛。幸好这时一个邻居嫌他扰民，让他滚，富豪这才不得不走。为保证安全，两人兵分两路，朋友去调虎离山警察，结果被拘留了。可警长发现证据不足，也只能放了。男人趁机说出卡佳不是富豪的妻子，只是一个被整容的替身，真实身份是失踪3年的玛丽娜。警长起初也觉得不可信，可一查竟真的有玛丽娜这档案子，看来这件事别有隐情。他打算仔细调查一番，而留下的卡佳决定先回母亲家。谁知村民告知昨晚他被救护车送去住院了，着急的他立刻赶去看望，可接医生竟说老父又查出了癌症，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，最多只能活半年。可到哪里他才能搞到钱呢？立刻想到去前夫家做保姆，而刚到楼下就远远就看到前夫带着儿子，明明是自己的孩子，他却不敢靠近。不料下一秒儿子玩闹时将球踢到了街上，刚好有辆车急速驶来，马上就要撞到，前夫又在打电话看不到。
只为再次见到亡妻。这个医生竟擅自将患者整成妻子的脸，并用药物将他彻底洗脑。谁料刚整完，对方就发现真相，连夜逃回了自己原本的家。结果看到丈夫已经有了新妻子，更认不出她就是失踪3年的前妻，这让她十分痛心。但为了能再见到一儿一女，她伪装成保姆来给前夫家打工。可前夫的新妻子凭直觉认为她的突然出现有些奇怪，劝丈夫不要留下。男人觉得先用着再说，金姐受不住她撒娇，只好答应。第二天就出门要和卡家的中介机构签合同。不料他不在的时候，卡家趁机向前夫套出他前妻的事情，想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失踪的。前夫哥说他当时计划出去度假3个月，说回来会给他惊喜，但他出门后就再也没出现。卡家忍不住网上搜索自己的相关新闻，结果就被发现。他赶紧解释自己是单纯好奇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可聊着聊着，卡家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这么多年都没忘记自己，竟忍不住亲了上去。男人猛然一惊，厉声问他来这里到底什么目的。卡家也瞬间清醒，恳求他不要解雇自己。而另一边，金姐跑遍了所有中介结构，竟都没查到有卡家这位保姆。正蹊跷时，突然看到一本杂志，上面正是卡家，她竟是著名整容医生的妻子。立刻回家拿给丈夫，我们要把她赶走。她冒充保姆来咱家，谁知有什么目的？不过男人觉得要先搞清真相才行，他直接坦白已经知道卡家的身份。卡家解释自己已经离开丈夫了，现在她想开始新的生活，但男人觉得她不够诚实，当场就将她辞退。她无奈只能离开，可刚下来就头晕。更可怕的是，同时富豪带着助理找到了他，这是带走他的最好时机。幸好在这关键时刻，朋友正好赶来，偏偏助理这次拿了防狼喷雾，让他一下啥也看不见。趁这1分钟的功夫，两人给卡家强制注入1针。前夫哥在楼上无意看到，直接提枪赶来，威胁富豪立刻离开。见这架势，富豪知道不能硬来，但走前还不忘嘲讽卡家的朋友，说自己才是他最需要的人，如果他没按时吃药，一定会头痛，坚信他一定会回来自己身边。但殊不知这一切，警长全部在一旁偷偷观察。为了查出卡家的真实身份与经历，他走访了富豪从前的同事医生，又对比手中多起失踪案中的女人，竟发现他们都去过富豪的整容诊所，怕不是都沦为富豪的试验品了。他将疑点告诉将军，希望加大力度调查，但将军忌惮富豪是有身份的人，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既然如此，警长那就自己单独调查。若不是10年前自己的妻子也失踪，他可能也不会上心。而获救的卡家被前夫哥允许先在这里过夜，正好金姐上夜班不在家，他也第一次能和女儿彻夜畅谈。女孩说很想念母亲，但爸爸称他抛弃了我们。卡家安抚他妈妈一定有特殊的理由才不能回家，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回来，这让女孩感受到一丝温暖。卡家认为要想证明自己是玛丽娜，那就必须来测 DNA。不料刚到医院，竟发现富豪的助手也跟了来，以为对方要抓自己回去，可助手却说只是来给他送药，因为他有整容后遗症，如果每天不按时吃药就会头痛欲裂，这白色的药片会让你慢慢失忆忘记痛苦，眼下只好接受。而助手借机坦白自己一直爱着富豪，卡家不敢相信他会爱上这种禽兽，这一刻只觉得他也是可怜人。但卡家不忘让他转告富豪，自己一定会证明自己的身份，让富豪不要再妄想了。很快第2天他就拿到结果，一瞬间他笑得合不拢嘴，因为显示他和女儿的 DNA 对比相似度很高，自己就是玛丽娜。他第一时间找到朋友，这下证据摆在面前，你总信了吧？自己真的不是他的初恋卡家，被整容的事也是真的。男人失望的表情尤为显眼，女人说今后他们可以做朋友，他却沉默不语，决定先去静一静，并准备将消息告诉警长。而卡家紧接着就来找前夫，将自己的经历全部说了出来。前夫哥和金姐都以为他疯了，嚷着要将他赶走，毕竟金姐也认识玛丽娜，卡家半点都不像他。可他随即抛出自己的 DNA 测试，说如果不信可以去问医院。金姐说走就走，然而这位医生遵循医德，不可能透露半分消息，于是他转头来找富豪，质问他的妻子为何要假冒玛丽娜，拆散我的家庭。富豪绅士表示歉意，他断不会让卡家得偿所愿，立刻就让医院做了份证明，证明他的鉴定报告是假的。等卡家再次找上门，就被两人彻底拒之门外。卡家才明白自己是斗不过富豪的。而更糟糕的是，这时住院的老妇那边有消息，医生让他快点准备钱，他作为女儿最有资格捐赠骨髓了。可问题是他并非亲生，但为了老妇他决定舍命求富豪帮忙。殊不知这时他正和助理在一起，他再也无法掩饰对富豪的爱意了。其实富豪多年来何尝不知呢？他突然表示要彻底和玛丽娜说再见，转头迎娶助理。助理高兴坏了，却不知这是个甜蜜陷阱。富豪计划如果女人最后不回身边，那就将助理也整成亡妻的模样吧。而刚将他打药迷晕，卡家就上门了。富豪很是意外，他提出只要给母亲找到合适的骨髓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。富豪却没着急，而是等他考虑一下。可转头他就找了杀手，要他先虐一番再解决女人。杀手伪装成求助的路人，让卡家帮自己给快生的老婆接生，傻傻的他就来了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枪顶住。
这个丑女跑来整容，不料医生竟将她整成了亡妻的模样，想用她当成替身。可替身得知后却吓得跑掉了。富豪便想找人将她杀掉，本就是一子弹的功夫，却不想此时卡家的朋友联系了警长，两人发现他联系不上，便用定位，终于在危急关头找到。可警长不敌歹徒力气，朋友便抄起散落的枪直接了结对方。经此，卡家为了给母亲匹配骨髓，只能选择回到富豪身边。在和朋友告别的最后一刻，也终于忍不住表达自己的心意。等他走后，男人才发觉自己并不是因为卡家长着初恋的脸才喜欢他，而是无论他是谁都会喜欢。但追出去怎么也找不到人，因为卡家早就料到了。他立刻就找到了富豪，说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以后只想回到他身边待一辈子。一番软话让富豪真的心动了，马上就安排国外的医院给其母亲匹配骨髓进行手术。然而就连面对富豪的抚摸，女人都觉得无比恶心。他只想借机搜集自己的资料，彻底将他扳倒。谁知这时他的朋友找了来，想立刻把他带走。女人也忍不住与他拥抱，可这时竟看到身后富豪提着枪，生怕朋友有危险，他装作不知情，厉声让他快走。但富豪又不是傻子，眼看要开枪，女人苦苦祈求放过朋友吧，咱们明天就一起出国。富豪很满意他的回答，就让下人赶走了他。其实男人这次是带着监听器来的，可收集到的证据警长却称对于办案没有任何意义，想救出卡家还得另寻法子。然而卡家的动作更快，当晚他再次尝试将药偷偷吐出，终于潜进书房找到了自己的病历。可他着急逃跑途中，不慎将药片落在了地上，而当他要走的一刻，竟亲眼看到富豪推着助理送入手术室。他想搞清到底怎么回事，于是偷偷进去，可助理因为被打了药一时无法清醒。他四处翻找，却惊讶地发现冰箱里竟有一坨不明物体，正是卡家的遗体。他怎么也想不到富豪已经变态到这地步，而醒来的助理更告知了他，富豪要将他也整成卡家的模样。女人一瞬间被吓住了，劝说助理跟自己一起逃。他已经将资料都收集好了，可助理坚持留下。他等待留在富豪身边很久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整件事情的参与者，就算自首也没有多大意义，还主动提供密道，带领女人赶紧出逃。直到富豪第二天醒来，才发现地上的药片，意识到不好。然而卡家早已逃走了，他预感不妙，带着助理立刻出国。而卡家也第一时间赶到警局，将资料全都交出来。但等警队来到豪宅，已经人去楼空。看着冰箱内的卡家尸体，他们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案子。幸好在高速附近，警队成功将他们拦截，他立刻就劫持助理。警长不吃这套，如果他不自首，就只能吃子弹。万万没想到助理替他挡下了。看着他的最后一面，富豪才意识到助理对自己是真心的。而最终他被送进精神病院，也过上了每日必须强制喂药的生活。至于女人，前夫和金姐终于相信她就是玛丽娜。女人知道她担心自己会打扰他们的婚姻，特别说明自己是个没有过去的人，有也只是爱过。现在她已经有了喜欢的男人，两个人终于确定在一起。而她最想念的一儿一女也得知了真相，孩子们一致同意今后有2个妈妈。然而就在众人庆祝好日子到来时，突然家门进来一个神秘的女人，而她露面的第一秒，前夫哥就认出她的身份。如果她是失踪的玛丽娜，那女人又到底是谁？